不用担心，总有一天会他等到程医生帮你治眼睛的。战一晨安慰着他呢。神医老先生就不要指望了，他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就算找到了他老人家，也未必肯出诊。听说现在都是程医生出诊的。程医生深得神医的真传，一身医毒是无双。在战一晨看来，能请到程医生帮宁云初治眼睛就很好的了，不敢指望能请得到老神医。大哥说程医生是个非常牛逼的一个女人，医术厉害，也擅长用毒。当然，程医生不会用毒害人，就是他擅长用毒，让人对他心生敬畏而已。还有一身的拳脚功夫，曾经与兰家的少主夫人一起千里奔赴，救了兰家少主一命呢。反正在战一晨的眼里，程医生已经成了小神医。二少对老神医很了解啊。战一晨老实的道：不了解，我是听我大哥说的。君家五少爷和我们战氏集团有生意往来，深度合作的。叶君博结婚的时候，他大哥还亲自去 A 市喝喜酒。哦，宁云初就没有再问下去。走了好一会儿，走回到战一晨的车子前，他开了车锁，让宁云初上车后，又去看那个被他揍得脸青鼻子肿的人。发现对方呢早就趁机逃走了。战一晨回到车上说道：哎，那个想伤害你的男人你熟悉吗？不熟悉，陌生人，浑身烟草味，是个整日离不得烟的男人。宁云初只闻到对方身上的烟草味。我揍他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他是谁，揍完了想看时又脸青鼻子肿的，一时间认不出来。无妨，我拍下了他的样子，明天交给苏总帮忙调查调查，能让你妈把你送给他，他必定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啊。年纪在40-50岁左右，想查呢很容易查出来的。宁云初默了默后说道：他想把他宝贝女儿捞出来，想让海童放弃再起诉他的宝贝女儿。他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人。二少回去后提醒一下海童，让他要小心点，那个人心狠手辣，急的时候宁愿撕个鱼死网破，也不会让他恨的人好过的。战一晨看了他两眼，又专制地开着车，说道：你真的是他亲生的？会不会是捡来的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亲妈对亲生女儿这般狠毒的。宁云初沉默良久，他说道：我倒希望我不是他亲生的。战一晨同情的道：从那个家搬出来吧，你要是没有地方可住，我名下房子多的是，出租一栋给你住，房租我算便宜一点。看在我大嫂很喜欢你的份上，跟他算房租钱，是不想让他怀疑他，就哪怕他把他当成妻子来看待了，他现在却是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好在大嫂说了，是他唯有战一晨才能拿大嫂出来说事。宁云初又沉默。战一晨知道他身上满是故事，他不想说，他也不再问。回到宁家大别墅的时候，宁总夫妻俩竟然在别墅门口等着，很焦急地等着。战二少爷看到战一晨时，宁总一副很意外的样子，问道：战二少爷，怎么是你送云初回来？我们不是给云初留了车子和保镖吗？出什么事了？那保镖呢？宁总关心地问道。看到宁云初狼狈的样子，赤着脚，他扭头对妻子说道：老婆，你先扶云初进去。然后他又朝战一晨做了个请的动作，战二少爷屋里坐。战一晨本想送人送到家后就离开的，想了想后还是给了宁总脸面，走进了宁家大别墅。数分钟后呢，那听了战一晨的话后，宁总黑着脸恶狠狠地骂道：该死的东西，我就是骂了他几句，他竟然报复我侄女，要害我侄女。随即又连声向战一晨道谢：战二少爷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云初就被那个黑心的保镖害了。宁太太从宁云初住的保姆房间里出来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失望。宁云初除了显得狼狈，弄丢了一双高跟鞋之外，什么损失都没有，身上连块淤青都见不着，更不要说尸身了。早知道就在宴会上给他下药了。
那样他也没力气反抗。对方说不喜欢神志不清的女子，他才不下药的呀。没想到对方那般不中用，连个瞎子都搞不定。还有战一晨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恰好就救了那个瞎子呢。他的思琪啊，又救不出来了。宁太太心里恨极，面上却不显。她走过来，挨着宁总坐下，自是又对着战一晨一番感谢。宁云初换好了衣服，穿上居家拖鞋后才出来。战一晨看向他，见他又恢复了那副蛋炒的模样，抿了抿嘴，没有说话。他走过来，静静地坐在一旁，就听着他的亲妈和继父呢，在对保镖破口大骂。继父还说要报警，被他亲妈拦住了，说什么怕影响他的名声。宁总，宁太太很晚了，我先回去。宁家夫妻俩会演戏，战一晨并没有揭穿他们。等他查到那个想对云初不利的男人是谁后，那有证有据了，再帮着宁云初算账。战一晨起身，又对宁家夫妻说道：“宁总，宁大小姐是我大嫂的好友，我大嫂是很关心她的。”宁总忙说道：“我知道战大少奶奶跟我侄女是一见如故啊，是我们家云初有福气了。今晚也多亏了大少奶奶的关心，让二少爷送着云初回家，否则云初真出了意外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对得起他爸呀？”说着，他脸上有着后怕神色。我明天就去请一名女保镖回来，以后就贴身照顾保护着云初。宁总边说着边送战一晨出屋。宁太太也陪着。宁云初没有送，只是站起来面朝着战一晨的方向。听到脚步声远去了，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房门关上并反锁，方觉得安心。送走了战一晨后，宁总夫妻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才一起回屋里去。他们倒是没有找宁云初的麻烦，默默地上楼。回到他们的卧室，关上了门后，宁太太就拉长了脸，拒绝地道：“老公，我不同意你这个决定。就算为了救思琪，我也不想让她嫁入战家当二少奶奶，那比杀了她还让她难受。就她只想让她的宝贝思琪嫁入战家，你以为我们想让她嫁入战家，她就能嫁进去吗？”宁总说道：“我也不想让她嫁入战家，虽说她是我弟唯一的骨血，我平时多疼了她2分，但我更疼爱的是咱们的一双儿女，我怎么可能让她嫁入第一豪门呀？思琪，你也不要想她嫁入战家，没机会的。不说其他的吧，仅是我们与战少夫妻俩结了梁子，那战家其他少爷就不可能会喜欢思琪。思琪才20岁，现在也不着急嫁人，就我们要做的是先把思琪救出来。”夫妻俩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宁太太问着丈夫：“那怎么救？”低头赔礼道歉，我们都做过了，都没用。本来找到了个人可以出面帮忙调解一下的，又被那战二少爷破坏了。老公，那战二少爷会不会认出那个姓孔的来啊？姓孔的虽说也姓孔，却不是孔氏家族5福内的族人，要是被认出来了，孔氏家族自己就会出手收拾他。他在孔氏家族与孔老这一脉是出了5福的，但他有钱，在孔氏家族里也勉强说得上话的。战二少爷应该认不出他来吧？战家人只是跟孔氏嫡系来往密切，边缘人他们未必认识。你先别自乱阵脚，反正他们追查起来，我们都推到保镖身上。明天你马上让那名保镖离开管城。宁太太应着，知道了。你说说，赖上战二少怎么个赖法？他救了云初，就让云初对他以身相许。赖上他们战家肯定不会要云初这样的儿媳妇，到时候就可以谈一谈。我们只要思琪出来，思琪出来了，我们就不用再纠缠着战二少。那个贱人不会答应帮忙的，他是巴不得思琪被判刑。那还有呢，万一战家同意了那小贱人以身相许呢？宁总，他是个瞎子，战二少爷怎么可能会娶她呀？你明天去哄他，不要开口闭口贱人。他是你生的，你骂他贱人，也等于是骂你自己。宁太太撇撇嘴说道：“我只要看到他，就像看到了他爸。
就忍不住嫌弃他，甚至想杀了他，好让他和他爸团聚。当初我就不该心软，应该弄死他的。那时候才2岁大，弄死他太容易了。都说了，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。怎么说都是我弟唯一的孩子，又是个女孩，眼又瞎了，影响不到我们等私企出来了。随便找个人把云初嫁出去了事。当年留下宁云初，宁总就是觉得只是女儿，成不了气候，威胁不到她。况且宁云初毕竟是他最爱的女人生的，孩子是像他弟也像宁太太，他爱屋及乌，对着个天真无邪会软萌的叫着他大伯的孩子就下不了狠手。我们房间有隔音效果的，这个家已经尽在我们掌控之中，怕什么隔墙有耳，我是真恨不得弄死他。10年前要不是你小妹突然回来探亲，送他去医院，他早就死了呀。好在毁了一双眼，看不见了，那他也真的威胁不到我们了。10年前，宁太太是发现宁云初似乎怀疑亲爸的死不正常，悄悄地打探，并想收集证据，他才对宁云初下狠手的。被小姑子回来探亲，救了宁云初一命。如果不是毁了一双眼睛，宁云初也活不到现在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很晚了。你去卸妆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宁总不想多说以前的事，他起身便走，看到角落里的拐杖，问道：云初的拐杖怎么在咱们的房里？叫他进来帮他化妆。他还想拿着拐杖出门，被我踢飞到那里去的。宁太太说着走过去，捡起了宁云初的盲人拐杖，走到房门口，拉开了房门，就把拐杖扔了出去。一夜再无话。海童呢，睡到日上3竿了才醒来。他揉了揉眼睛后，又伸个懒腰，便坐了起来，却感到头痛。这是宿醉后的头痛。忍着头痛，他就拿过手机看时间，上午10点，嘴里嘀咕着他醒来的时候自己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在房里，我先醒来。他就说我把他抛下，不要他了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海童以为是佣人，应着进来吧。房门被推开，进来的人却是他亲姐海玲，还有他的外甥洋洋跟着。姐，看到姐姐，海童很意外，毕竟这个点姐姐的早餐店还没有关门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海童就要翻身下床，大动作之下，觉得头更痛了。都睡了1个晚上，咋还会头痛？他也就是多喝了几杯酒而已。海玲走过来，在他床沿边上坐下，看着他那神情，说道：头痛不痛不痛。海童陪着笑脸，撒着谎：我今天早关门过来看看你，昨晚喝了多少酒？没喝几杯，姐应酬的时候，那很难不喝酒的呀，我就喝了几杯，真的就是几杯。海童知道姐姐一向不许他喝酒，还跟战印说过，让战印看好他，别让他看到酒就把酒当水来喝，说他爱好喝酒却酒量奇差。战印说你喝了不少的酒，回家的时候都还在嚷嚷着好酒好酒。应酬是少不了喝酒，你也要是量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海玲婚前因为工作原因也应酬过，也喝过酒，不过他知道自己的酒量，不会多喝的。总之他在外应酬，时刻都会保持着头脑清醒，四肢灵活，免得遭人算计。战印去跟姐告我的状了，一落就被姐姐轻戳了一下额头。海童摸着被姐姐戳过的地方，小声吐槽着，他就喜欢告我的状。我有一点做得不好了，他就跑得特快，跑去跟姐告状。我都没有在他父母面前告过他的状呢。海玲替战印说话，战印不是告你的状，是我问他，他说漏嘴的。他这个人嘴巴最牢了，怎么可能说漏嘴？他就是向姐告状了，告我贪杯，他那点小心思我摸得透透的。那酒是好喝吗？要不是他后来拦住我了，我还想再喝几杯。姐，你别揪我耳朵。战大少奶奶露出了贪杯本性，然后遭到他姐揪耳朵了。海玲其实不用力，海童是故意叫的那么大声。
想让姐姐心疼的。洋洋，快救小姨！海童向小外甥求救。洋洋很给力，马上就爬上了床，从妈妈的手里解救了小姨的耳朵，还护在小姨的面前，对妈妈说道：“妈妈，小姨会痛的。”海童一把抱住了小家伙，就在小家伙的脸上亲了亲，笑道：“小姨没有白疼你啊。”海玲又戳了一下妹妹的额，说道：“赶紧洗漱，换了衣服，下楼去吃东西。”知道了，我的老姐。我很老了吗？不老，不老，我姐还年轻得很呢，像18岁的小姑娘一样，满满的求生欲啊。海玲好笑的道：“我倒想像个18岁的小姑娘，可惜我不是观音菩萨，年年18。我下午去提车，有空陪着姐去提车吗？还有战印帮洋洋安排的老师中午就过来，战印让我跟你说一声，他中午会回来吃饭，下午休息。孔家的宴会选在了周日，宴会结束后的隔天，不少老总如常回公司上班。那战大少爷是个敬业的老板，自然也是如常回公司。是武术老师吗？海童放开了洋洋，说道：“那我现在就去洗漱，下午我陪姐去提车。”海玲抱起了儿子，对妹妹说道：“动作快点，我在楼下等你呢。”知道了。海童抱着儿子走出了妹妹的房间，还在楼梯上，却看到了陆东明亲自杠着一箱什么东西进来。海玲愣了一下，陆东明今天没有回公司吗？哎，怎么会来妹妹家里？很快，他回过神来，抱着儿子走下楼，走向陆东明，笑道：“陆总，那你给战印送来了什么？那瞧着挺重的，你让人杠进来就是啊。战印这里请有佣人、司机、保镖，陆东明用不着亲自杠东西进来的。”陆东明那把箱东西放下来后，说道：“不是给战印的，是给洋洋的。我今天不回公司，在家里休息休息。休息却跑到战印这里来，就还是海玲前脚来，他后脚就到。啊，给洋洋的。”海玲看着那箱东西是儿童自行车，洋洋还太小，怕是骑不了吧。我给洋洋买的是适合幼儿骑的小自行车，不过需要自己组装。听战印说你在这里，我就送过来了，帮洋洋装好了自行车，让他在外面骑着玩。战印的别墅占地平方大，多的是空地方给洋洋骑自行车。陆总，你太客气了，这辆自行车多少钱？我给回钱你。自行车可不是风车，风车不值什么钱。陆东明送风车给洋洋，海玲没有拦着，由着儿子收下陆东明送的各种风车。陆东明说道：“海玲，你别总跟我谈钱，谈钱伤感情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我就是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别人有的呀，洋洋也要有。再说了，我买的这辆幼儿自行车又不贵，真的不贵，就100多块钱。以我和战印的交情，我给战印的外甥送辆自行车怎么了？我还怕战印说我抠门小气，舍不得送辆贵一点的自行车给洋洋呢。”陆东明把洋洋拉过来，指着纸箱对洋洋说道：“洋洋，陆叔叔给你买了辆小自行车，你喜不喜欢？想不想骑自行车？”洋洋想到晚上和妈妈在楼下散步时看到其他小朋友有自行车，便点头应着：“陆叔叔，我喜欢自行车。”陆东明笑：“那陆叔叔现在就拆了包装，帮你安装好，然后陆叔叔带你到外面去骑自行车好不好？陆叔叔还给你买了风车，风车插在自行车头上，你骑车的时候，风车也会跟着转动呢，很好看的。”洋洋小脸上满是期待，欢喜之情掩都掩不住。海玲听他说小自行车就100多块钱，还抬出了他与战印的关系，便没有再跟他提钱的事。想着从明天开始，陆东明只要去他的早餐店吃早餐，就给他免费吃上半个月。于是陆东明就拆了包装箱，帮洋洋安装自行车。海童下楼的时候看到这一幕，他边走过来边笑问：“陆总，你不用回公司？昨天晚上在宴会上，
看到陆东明和于茵茵相处的挺好的，两个人后来还舞了一曲，陆太太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在场的都是人精，都知道于茵茵是陆太太相中的小儿媳妇，自动的把陆东明和于茵茵划成了一对儿。海童没想到他家战先生不在，陆东明都会过来，还精准的知道姐姐和洋洋在他这里。昨晚太嗨了，今天想在家里休息休息啦。陆东明一样的说辞，给洋洋买了辆小自行车。听战印说洋洋在这里，我就送过来了。陆东明边说着边拆着配送的工具袋子，拿出了工具，再看着说明书，然后开始组装着自行车。洋洋很开心，时不时地玩着自行车的零件，或者是蹲在陆东明面前，看着陆东明帮他组装自行车。陆东明通过送了高拼图给洋洋，然后又教着洋洋拼装积木，成功地拉近了与洋洋的距离，还让小家伙对他生出了崇拜之心。周红林在心里骂过陆东明阴险，利用洋洋的天真无知来接近海玲。陆东明还真的是用了点心思来缩短他和洋洋的距离。就现在他要抱洋洋，洋洋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抗拒。姐，我去吃东西了。海童饿着，看了片刻后，跟姐姐说一声，便朝餐厅走去。海玲没有和陆东明一起组装自行车，她的拼装能力不太好，买了需要拼装的东西，一般都是妹妹海童动手组装。她就跟着妹妹一起进了餐厅。姐，一起吃啊？不用了，姐还不饿，你现在吃的是早餐还是午餐呀？海玲呢，吐槽了妹妹一句，我就吃一点垫垫肚子，等战印回来了，就在一起吃饭吧。海童给好友发信息，知道好友还没有起来，他笑道，小军比我还晚呢，现在依旧在床上啊。他们的书店今天是不会开门做生意的了。海玲想说什么，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啊，周红林打过来的。海玲呢，对妹妹说了句，然后她就接了前夫的电话。海童听到姐姐跟前姐夫说道，你想让洋洋给你们当花童，现在接洋洋去试礼服。周红林在电话那边说道，洋洋有3岁了，又是我儿子，给我当花童怎么了？你和洋洋在哪里啊？我在你们租房门口，拍了半天的门都没有反应，你们不在租房里吧？叶佳妮站在周红林的身边，倾听着周红林和海玲的对话。那天和大姑姐干架挨了打后，休息了几天，叶佳妮脸上的青紫没有了，周红林又给她买了2套护肤品给她，忍痛送了1套珠宝给她，才算是哄住了叶佳妮。周红林也跟父母姐姐谈话了，说他和叶佳妮已经领了结婚证，叶佳妮是一心想跟他过日子的。婚礼临近，请求父母和姐姐不要老是针对叶佳妮了，还指责父母姐姐当初他和海玲会离婚，他们都有很大的责任。他问父母，还想我再离一次婚吗？想想我和海玲离婚的代价，你们还想我离婚吗？我再离婚，别人只会笑我活该，说我遭到报应了。离2次婚的男人，还要你们天天这样做。跟佳妮吵架闹事，谁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儿子呀？你们是我的家人，不是为我好，却总想着拖我后腿，是不是我自己过，你们就开心了？他那样说了之后，父母这2天就消停了，做饭也会做佳妮的那一份。至于他那个搅屎棍大姐，被他爸赶回去了，勒令他姐在他婚礼之前都不要进城，就等他办婚礼那天才能进城来参加他的婚礼。跟海玲说我们去接洋洋。叶佳妮小声地说道，今天早上他晨跑的时候，又收到了那个不知名女人给他送来的条子，对方要求他尽快想办法把洋洋从海玲身边带走，不用选地儿了，只要带离了海玲的身边，自会有人把洋洋从他夫妻俩的手里抢走。叶佳妮也想快点结束，不想在自己办婚礼的时候还得提心吊胆。婆家人对她和对海玲母子俩的态度，也让叶佳妮有了歪心。要是没有了洋洋，看周家人还怎么撮合海玲和周红林复婚。她抢到了周红林，
哪怕现在周红林不再是经理，但他开始跑网约车，赚到的钱也大部分交给他。他是她的男人，是她的丈夫了。他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婚姻，绝对不会让自己走上海玲的老路。海玲有个嫁入豪门的妹妹，能拉海玲一把，她叶佳妮可没有。叶佳妮也不想让外人看笑话啊，觉得自己挤走了原配也讨不到好，婆家人都联合起来对付她，针对她。她觉得是因为洋洋的存在，才会让婆家人异想天开，觉得只要周红林和她分开了，就能让周红林和海玲复婚。周家人简直是异想天开，把海玲当成了什么？又把周红林当成了什么？以为周红林是人民币，人人都爱啊，以为海玲那么好拿捏，这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海玲以前是爱着周红林，现在不爱了。海玲清醒得很，她怎么可能再跳回到周家这个黑坑？周红林示意她别说话，继续问着海玲：海玲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我问你和洋洋现在哪里啊？我在彤彤家里。你们要带洋洋去哪里试礼服？一个小孩子需要是什么礼服？你当爸的，给洋洋买套儿童小西装就可以了。周红林说道，就算是给洋洋买小西装，也要带着他去买呀，我又不知道洋洋穿多大的衣服。哎，万一买大了或者买小了呢？海玲当即就把洋洋的尺码告诉了周红林，说道，你按照我说的这个尺码给他买衣服，就适合他穿的了。海玲，你这是阻拦着我和我儿子相处吗？离婚时说的好好的，我什么时候想我儿子了，就什么时候看我儿子，现在我想我儿子了，想带我儿子去买几套新衣服，你都不让我见我儿子。海玲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在他对叶佳妮起疑心后，他是不敢再让周红林带走洋洋的。周红林应该不知道叶佳妮被人利用，才会听叶佳妮的话。叶佳妮说让洋洋给他们夫妻俩当花童之一，周红林想都不想就会同意。他也觉得花童不用找别人了，就让洋洋当花童。洋洋已经能说会道，又很懂事，那长得比同龄孩子高一点，给他当花童很合适。周红林还觉得自家儿子长得越来越俊俏，给他当花童，让他这个当爸的都倍有面子。这可是战少的外甥呢，怎么样？叶佳妮问着。周红林把手机从耳边移开，再让叶佳妮看，气愤地道：海玲挂了我的电话，她现在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想接我的电话就接，不想听了，招呼不打一声就摁断我的电话。叶佳妮听着周红林的话都想笑，那周红林过去是被海玲照顾得太好，当大爷当惯了，想海玲一直都捧着他。红林，你和海玲离婚已经好几个月了，你还没有适应过来？海玲和洋洋现在哪里？他不给我们送过来，我们去接洋洋也是一样的。周红林说道，他说在海童家里，海童住在明苑花园，我们进不去。海玲不让我带洋洋去试礼服，他说我想让洋洋当花童，他不反对，让我给洋洋买一套儿童西装就行了，并把洋洋的穿衣尺码告诉我。让我按照他说的尺码给洋洋买衣服吧，不会买错的。买什么买，就去租一套可以了。不带上洋洋，怎么选择礼服呀？周红林看他，要不就买一套儿童西装给洋洋吧。我是洋洋的爸，给他买几套衣服也好应该的。知道洋洋的尺码了，不带着洋洋也能买到合适的衣服。叶佳妮不开心的道：红林，我觉得海玲是不想让我们亲近洋洋，怕我会取代他在洋洋心里的位置。我这个当后妈的虽说也是妈，那能和他当亲妈的相比吗？他那是有了危机感，也是不按你们离婚时谈好的去做，不让你随时看洋洋。你说你是洋洋的亲爸，要带洋洋去买几套新衣服，他都不让，不就是不想让你和洋洋亲近吗？周红林本来就觉得海玲是在阻拦他和儿子相处，被叶佳妮一说，他就更加认为海玲现在翅膀硬了，不想履行承诺。
周鸿林黑着脸说道：“洋洋是我的儿子，永远都是我的儿子。海玲不让我看儿子。我可以重新打官司争抚养权。”叶佳妮可不能让周鸿林去争抚养权，连忙安慰的道：“你现在开的是网约车，收入不稳定，我们很快又要办婚礼。婚礼过后呢，还要去度蜜月，不利于争抚养权。他只是想利用洋洋，并不想抚养洋洋。以后他还会有他的孩子，要是把洋洋接回来，就会分走他孩子的父爱。今天海玲早早就关了门，去了他妹妹家里。那我们明天早一点去他的早餐店接上洋洋去试礼服，也是一样的，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区别。”周鸿林愤恨的道：“要不是海童，我们俩也不用失去工作，被海玲分割了我100多万的财产。我以为我们很快就能赚回来，结果婚一离，我们不久后就失业了，就现在去找工作都找不到好的。他只能开网约车赚钱，赚到的那点钱就无法跟他以前当经理时相提并论。以前他1个月收入是普通人1年的收入了，如今却……他家里人总说是因为他和海玲离婚的缘故，说他以前能升职加薪，成为经理，深得老板的信任，都是因为海玲旺夫，说叶佳妮不旺夫，还是个扫把星。他娶了叶佳妮，就失去了工作，赚不到钱，只能吃老本，还弄得家无宁日。就海玲以前会掏出他的存款出来装修房子，一心一意为了他们的小家。叶佳妮呢，至今都舍不得掏一分他的私人存款出来，家里所有开支几乎是他在出，父母觉得他太吃亏。可是呢，父母却不知道造成这一切的人，其实就是海玲姐妹俩，是他们报复他。红林现在说那些没有用的了，人家海玲的妹妹就是有那么好命，多少女人都攻不下的战少，她却在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战家的大少奶奶。这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呀！叶佳妮也是羡慕嫉妒恨，她和周鸿林一样的想法。要不是海童嫁入了豪门，利用着战少的权势打压报复她和周鸿林，夫妻俩现在的小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哇，夫妻俩的收入加在一起月入6位数，这是别人1年都赚不到的钱呀！小日子能过不好吗？他还能经常陪着周鸿林参加各种商业酒会，结交到不少职场精英和老总们，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和婆家人斗。周家人就是看钱的，谁有钱谁就好啦。以前海玲没有收入，他有收入，那周家人就觉得他比海玲好。现在反过来了，海童有收入，他没有收入，周家人就觉得他是个扫把星。海玲是个旺夫的，无数次都劝周鸿林和他离婚，与海玲复婚，把他气得够呛的。鸿林，走吧。叶佳妮挽上了周鸿林的手臂，夫妻俩一起下楼，离开了海玲的租房。鸿林，能送我回娘家一趟吗？叶佳妮今天没有办法完成不知名女人给她的任务，她担心对方又会动她的娘家人，便想着让周鸿林送她回娘家。她的娘家也在乡下，周鸿林不太喜欢去丈母娘家里，每次去了，丈母娘都会说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，家里缺什么了。他听着就不好意思，就掏钱给丈母娘，虽说掏的不多，但每次去都这样。周鸿林就很不舒服，觉得岳家是把他当成提款机的。幸好呢，叶佳妮是真心喜欢他，真的想跟他过日子的。在丈母娘索要高额彩礼钱时，叶佳妮站在了他这一边，偷了户口本和他领证，让丈母娘无法再拿捏，彩礼钱才降到了几万元。虽说从60几万降到几万元，在管城的乡下来说，几万元的彩礼钱也很多的了，毕竟是普通人家，又不是豪门，没法和豪门比较的。但是叶家拿到了彩礼钱后，明说了，在婚礼当天，他们叶家办的酒席要周家出钱，周家不出钱，他们就不办酒席了，带上一班亲戚去市区，在周家家里吃喜酒。
那周红林和父母商议过后，答应了叶家的要求。婚礼当天，两家亲戚聚在一起吃饭，婚宴定在了一家酒楼，不敢选上档次的酒店，消费不起。叶家不会给叶佳妮嫁妆，只会陪嫁几套床上用品。叶佳妮要是觉得自己的嫁妆寒酸，可以叫她男人掏钱给她置办嫁妆，或者她自掏腰包给自己置办嫁妆也可以。不管是周家还是叶家人都知道叶佳妮有点存款，周家想她掏钱出来装修婚房，叶家人想她掏钱出来给父母兄嫂改善生活。叶母还骂女儿白疼她了，说供她读书出来，赚到的钱没有全都给回家里，居然还自己存了那么多。叶佳妮上班时呢，每个月的工资是给一部分回家里，余下的自己存着。叶佳妮是不管婆家还是娘家人怎么说她就是不动自己的存款。这是她婚后的底气。她可不想像海玲那样掏光了积蓄，婚后呢就要伸手向老公要钱花。她老娘总是说亲生仔不如荷包钱，她自己有钱才硬气，指望周红林养她喝，那样她会成为第二个海玲的。等婚礼办了，等洋洋这件事过去后，她也要找工作了，哪怕找不到秘书工作，普通文员她也要去干，或者就像海玲那样开家店，自己当老板，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。我送你到你们村口，你就自己走路回家，我不进去了，我是怕了你爸妈的了。每次我去，他们就是这儿不舒服，那儿不舒服，又说看医生费钱什么的，不就是让我掏钱，要不就是说你家里缺这个缺那个了，叫我去帮他们买回来又说没有钱给我，先欠着啊，我好意思跟他们要钱吗？周红林边说着边上车，对岳家那是满满的嫌弃啊。叶佳妮说道，我爸妈年纪渐大，是经常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，他们不舒服，你两个哥哥做什么？他们不会出钱给你爸妈看病啊。再说了，你爸妈是没钱吗？我给的彩礼钱，你爸妈都捏在手里呢，又不给你置办嫁妆，那不是钱？